我穿越成了修仙界最遭人唾弃的渣男，而我的老婆竟然是高高在上的无敌女帝。过去3年，她对我千依百顺，予取予求，我却仗着她的宠爱在外面飞扬跋扈，得罪了无数名门正派，还经常辱骂她。所有人都以为我会一辈子吃软饭，可就在昨夜，域外魔族突袭了九幽地宫，女帝为了逼退魔族，落得个修为尽毁，沦为了一个连凡人都不如的废人。曾经得罪过的仇家瞬间包围了我们，所有人都等着看我如何残忍地抛弃她，连女帝自己都心死如灰，等待我的背叛。可他们殊不知，此时的我早已换了灵魂。我不但没有为了荣华富贵出卖女帝，反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就在前些天，我死死按着快要炸裂的太阳穴，喘着粗气，冷汗浸透后背，无数记忆强行塞进脑海。原来我穿越到了这个极品软饭渣男身上，眼前是由极品灵玉铺就却布满沟壑的广场，空气中弥漫着尚未散尽的刺鼻焦糊味。守护地宫数千年的大阵已经彻底碎裂，我忍不住在心底暗骂：这是什么地狱开局？原主作恶多端，如今最大的靠山却倒了，那些曾经被欺压过的人岂不是要生吞了我？我下意识抬起头看向大殿中央那个身影，那是一个美到令人窒息却凄惨无比的女人，她就是我的妻子九幽女帝楚清月。一袭白裙如今却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绝美的容颜惨白如纸，没有一丝血色，那双曾经璀璨的眼眸此刻却死寂冰冷。其实没人知道楚清月并没有完全废掉，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燃烧地血重返巅峰，但因为3年的卑微付出换来的只有冷漠，她的心早就死了，只想装作彻头彻尾的废人。她想看看失去利用价值后我会多丑陋，只要我说出抛弃她的话，她就能太上忘情。就在这时，一道尖锐刺耳的声音打破寂静，说话的是地宫外门大管事赵明，这条往日里恨不得舔我鞋底的老狗，此刻却趾高气扬地看向我，满脸鄙夷贪婪。他狂笑着说：楚清月如今连凡人都不如，山下2大宗门联手，马上就要攻上来了。他掏出一枚储物戒，让我亲自绑了楚清月，只要把她交出去，不仅饶我狗命，还有灵石。此话一出，大殿内残存的弟子都看向了我，他们认定我这个软骨头绝对会出卖女帝。玉阶上的楚清月也是睫毛微颤，死死盯着地，她体内压抑的恐怖灵力随时准备爆发反噬，只等我开口求饶，她就将这虚伪的一切撕碎。然而时间流逝，大殿里没有传来我的求饶声。赵明见状不耐烦的冷笑说：我少在这装深情。他一边迈着嚣张的步伐伸手要来抓我肩膀，可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狠狠甩出一巴掌，一声清脆的耳光犹如炸雷般在大殿响起。赵明像断线风筝被我抽飞，重重砸在断柱上，全场死寂，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就连准备迎接背叛的楚清月也错愕抬头。我用看死人般的目光冷冷盯着地上的赵明，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指着我的女人大呼小叫？我转身在一道道震惊的目光中走上冰冷玉阶，来到楚清月面前，看着她凄美心碎的模样。作为男人看到如此绝代风华跌落凡尘，我的心脏本能的抽搐怜惜起来。楚清月以为我要动手绑她，嘴角勾起冷笑，可下一秒我轻轻解下身上的极品冰蚕外袍，稳稳的轻柔的披在她单薄冰冷的肩膀上，感受到久违的温暖。她如遭雷击，僵在原地，呆呆的仰起头看着我，满是坚定温柔的脸。我微微弯下腰，用只有我俩能听见的声音说：以前是我混蛋没护好你，但从今天起，只要我陆渊还有一口气在，谁也别想动我妻子一根头发。这句话如重磅炸弹狠狠砸在楚清月心头，原本准备毁天灭地的金色神芒硬生生溃散。她死死咬着下唇，眼眶毫无征兆的红了，她原本死掉的心竟可耻的重新跳动了一下。就在这时，大殿外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狂笑，一股金丹期强者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大殿。血煞门长老带着人满身杀气踏入大殿，他扬言要送我们这对苦命鸳鸯一起下黄泉。强烈的杀意瞬间锁死了我这炼气期废物，但我连退都没退，深吸一口气将他护在身后，顺手抄起一截断裂的青铜烛台，死死握紧。既然说出了那句话，就算是死我也要死他前面。而在我身后被外袍紧紧裹住的楚清月看着我并不宽阔甚至有些单薄的背影，一滴璀璨的金色地血在经脉中悄然燃烧。就在这时，金丹期强者的威压轰然降临，对于我这种炼气期的小菜鸟来说，这股压力简直就像是天塌地陷一般恐。血煞门长老薛立冷笑着踏入了大殿，他每走一步，脚下的极品灵玉都会碎裂，实质般的血色煞气化作狂风横扫全场。大殿内残存的纱幔瞬间被撕成了粉碎，我首当其冲，只觉得背上压了一座大山，体内的炼气灵力在这股力量下瞬间被压困，膝盖里传来一阵阵骨骼不堪重负的悲鸣，剧烈的痛苦让我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冷汗顺着我的脊背像瀑布一样狂涌。但我死死咬着牙，用青铜烛台撑住地面，即便双腿颤抖的厉害，我也硬是没有跪下。我不但没跪，反而将楚清月护在身后，将她整个人都挡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薛丽那浑浊的老眼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后这惊讶又化作了浓浓的嘲弄与不屑。他觉得一个吃软饭的垃圾户主很搞笑，简直就是这天底下最滑稽可笑的事情。一名血色劲装的弟子在此刻跳了出来，他筑基初期的修为在场中展露无遗，轻蔑地拔出长剑指向我的心窝位置，威胁说要一剑杀了我，拿肉去喂野狗。被我挡在身后的楚清月微微垂下眼，他那被外袍裹住的指尖已经凝聚法则，这股金色法则足以让整个天地都变色。他太清楚大境界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此时的我不过是被酒色掏空的炼气期，对方只需要一道剑气就能把我搅成碎肉。他在心里自嘲我能站出来已是奇迹。接下来他猜测我可能会开口求饶，或者被对方一剑穿心结束
出这荒唐一生。谁知想到我会死，他竟然感到一阵烦躁，即便要承受万箭穿心的反噬，他也要出手，绝不容许血煞门的杂碎在这里放肆。然而就在他即将解开封印的一瞬间，我却突然对着那些敌人放肆的笑了。我缓缓抬起头，脸上还沾着照明的鲜血，眼睛里透出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疯狂。既然你们想要他，那就踏过我的尸体。话音刚落，我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我没有防守，也没有逃跑，而是发出一声怒吼，双手死死握住那节沉重的青铜烛台，迎着那筑基弟子的剑锋主动冲了上去。对方顿时勃然大怒，觉得我简直是找死，区区练气期也敢向筑基期挥动兵器。长剑挽出一朵森寒剑花，直刺我的心口。楚清月的瞳孔骤然收缩，准备瞬间爆发。可就在剑锋即将贯穿我的一刹那，我拿出了现代街头搏命的极致狠辣。我不退反进，在毫厘之间猛地扭动身体，冰冷的剑锋偏离心脏，刺穿了我的左肩，鲜血瞬间染红衣襟，疼得我眼前发黑。但这一招以伤换伤，正是我想要的结果。我在长剑贯穿身体的同时向前一步，任由剑刃在骨肉里疯狂摩擦，发出声音，这让我成功拉近了两人之间的死线。那筑基弟子彻底懵了，从未见过这种打法，这分明是市井无赖不要命的同归于尽。他刚想抽剑后退，却发现已经太晚。我强忍左肩剧痛，右臂青筋彻底暴起，抡起青铜烛台，带着破风声狠狠砸下。沉闷的撞击声伴随着骨裂声响彻大殿，对方的护体灵光被我全部暴力砸碎，整个人犹如一滩烂泥横飞出去，生死不知。全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只有鲜血顺着我的伤口滴落在地板上。我竟然用凡人的狠劲越阶重创了修仙者，这种野蛮惨烈的打法颠覆了所有认知。血煞门长老薛力爆发出雷霆般的怒吼，他觉得堂堂金丹门生被秒是奇耻大辱，他怒发冲冠，伸手凝聚出一只血色巨手，带着毁灭一切的威压朝我头顶拍下。面对金丹一击，我知道自己是真的完了。我苦笑一声，觉得英雄救美确实挺难，但我没有回头，而是张开双臂护住清月，试图用身体帮他挡住更多的冲击波。就在血色巨手即将把我拍碎的瞬间，楚清月看我的背影闪过极其复杂的情绪，他竟然感觉到了一丝不愿承认的心疼。随后他悄悄伸出手指，朝虚空轻轻一点，金色涟漪划破空间，撞向血手的核心。半空中气势汹汹的血手竟然直接解体，化作漫天血气，在这大殿中彻底溃散。恐怖的反震力撞在薛力胸口，让他吐血。他连续倒退了10几步，眼里全是惊骇，根本想不到是怀中那个废人女帝出手，他只当是大殿残存阵法触发了防御。看着周围灵气乱流，他脸色阴晴不定。薛力忌惮地看了我们一眼，咬牙离开。他想等阵法灵力耗尽再来找我们算账。危机解除后，大殿内再次恢复了死寂。那些叛徒怕被阵法波及，赶紧逃之夭夭。我手中的沉重烛台终于当啷一声落地，我的脊背瞬间佝偻下去，伤口触目惊心，鲜血将我半边身体染成了暗红颜色。我剧烈喘息着，眼前发黑，快要站立不稳，但我还是强撑着转过身去看他的脸。看着站在原地呆呆注视着我的楚清月，他脸上见到一滴鲜血，显得格外凄美。我强忍钻心剧痛，踉跄走到他的面前，用颤抖的右手笨拙地替他擦去血迹。我虽然笑得惨淡，但眼神却无比明亮。我说过会护着你，只要没死，谁也别想欺负你。话还没说完，我就直挺挺朝着他倒下。楚清月下意识伸出双手，将我紧紧接住。我的身体很重，带着浓烈的血腥气息，鲜血染红他的内衫，让他感到心在发烫。他从未想过会有人用血肉之躯护他，只有我这个被他认定的渣男做到了。他眼里滑落，泪珠滴落在我的脸颊上。随后他环顾四周，目光变得冰冷深邃。他伸出玉指点在我的伤口处，动用生命法则，我深可见骨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复原。但他很谨慎，只治好内伤，留下了皮肉伤。做完这一切，他重新变回柔弱的样子，架起我的手臂，带我走向后山的密道。冷风吹拂着他那已经凌乱的长发，他看着我昏睡的脸庞，嘴角微微勾起。他说想装深情就给我一个流血的机会，他要看我这凡人之躯能为他撑到几时。夜雨如注，狂风怒吼，冰冷的雨丝无情拍打着破败的山神庙。我费力地睁开沉重双眼，只觉得浑身骨头仿佛被拆开重组，尤其是左肩那道贯穿伤，稍微移动便牵扯出钻心的剧痛。我挣扎着坐起身，打量着四周的环境，神台上的神像早已斑驳脱落，冷风顺着破败窗棂灌进来，呜呜作响。我竟然在那种必死局下活了过来，看来是地宫大阵回光返照救了我一命。我深吸一口气，看着自己满是血污的手，我自嘲一笑，并未怀疑身旁的妻子。我转头看向神台下方的一处干草堆，楚清月正蜷缩成小小的一团，她身上裹着我那件沾满血迹的外袍，青丝凌乱遮住了那张惨白的侧脸。看着曾经无敌的女帝沦落至此，我心底不可遏制地泛起阵阵酸楚。我咬牙强忍剧痛，在角落劈碎烂木板。跳跃的火光驱散了破庙里的阴冷，我脱下仅剩的内衫，在火边烤得温热，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盖在他身上。我还细心地替他掖好了内衫边角。我对着他的睡颜轻声许下承诺，明天一早就下山找活干，给你买药。此时我没注意到楚清月已经醒了，深邃眼眸里倒映着我瑟瑟发抖的背影。他看着我用体温烤热的破旧内衫，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慌乱和滚烫。他在心底复杂地问我到底图什么？如果这是苦肉计，那代价也未免太大。他竟然有些不忍心拆穿我的假象。就在这时，破庙木门被人暴力踹开，3个满脸横肉的散修大摇大摆进来，他们是这一代杀人越货的亡命徒。刀疤脸首领死死盯着楚清月的脸，他眼中爆发出饿狼般的贪婪光芒，这股绝代风华让这3个散修看呆了。瘦猴散修认出我就是那个软饭男，他狂笑着说，天鹅肉竟然掉到嘴里，既然女帝成了连凡人不如的废柴，他们就要尝尝当这大帝君的滋味。刀疤脸拔出大刀，一步步向我逼近。楚清月眼底闪过冻结虚空的死寂冰寒，这种蝼蚁竟敢对他说出污言秽语。他指尖在袖袍下悄然凝聚地境法则，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将这3人抹杀。就在他准备弹指杀人的那一瞬，我这个浑身是伤的人再次挡在他身前。我反手抓起一根烧红的木柴，
柴指着他们，声音里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戾气，那种要咬下对方几块肉的疯狂眼神，让正准备出手的楚清月当场愣住了。一股强烈的护短情绪在他心底蔓延，这3个恶心蛆虫竟然敢威胁他的男人，除了他谁也没资格让我再流一滴血。他悄悄收回了那道毁灭法则，反而抓着我的衣角颤声喊着：“夫君我怕。”我只觉得有一股热血直冲脑门，虽然打不过，但这绝对不能再次退缩。我安慰他说：“闭上眼睛，很快就结束。”我握着木柴发怒吼，冲向刀疤脸。刀疤脸狞笑着举起大刀对我脑袋劈下，我重伤之下根本躲避不及，打算拼命。就在大刀即将劈中我额头的一瞬，楚清月在背后无声吐出了一个跪字，言出法随，让整片天地都产生了共鸣。地面诡异凹陷，让刀疤脸直接跪地，他脑袋砰的一声磕在地上，当场晕死。我举着火柴看着这一幕，整个人都懵了。兽猴散修大怒，甩出10几根淬毒飞针。楚清月在背后眼神慵懒地说了声破，诡异阴风倒灌，将飞针原路吹了回去。兽猴惨叫连连，无脸倒地，彻底没气。最后那个胖散修直接被吓得屁滚尿流，他以为遇到了扮猪吃虎的元婴大能，在疯狂磕头后，连滚带爬地逃出破庙。整座破庙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我拿着木柴站在原地，足足愣了半天。我难以置信地举起双手左右查看，心想：难道我穿越的金手指终于到账？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霸王色霸气，竟然连风这种东西都能被我控制。我挺直腰杆，感觉伤口都没那么疼。我拍着楚清月的后背说：“娘子别怕，有为夫在，这些宵小根本近不了身。刚才他们全被我的气场直接震碎。”楚清月挂着泪珠，满眼崇拜看着我，她在心底忍着笑，配合我的嚣张表演。我哼着小曲，把那些尸体都拖了出去。楚清月脸上的柔弱在瞬间消失殆尽，她站起身，让火光都受到恐怖压制。她用玉指轻捏碎了百里外的追踪骨，冷笑着说：“明天一早就灭了血煞门，这就是触碰她男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哪怕我是个废物，也是她一个人的。她要看我这凡躯能为她流多少血，也要看我这大道里能讲出多少花样。”我清晨在破庙醒来，发现浑身伤口竟然奇迹般结痂了。看着身旁熟睡的娇妻，我决定为了她去单挑整个血煞门。我不但摸走了散修身上的剧毒飞针，还准备好了简易鬼雷。可当我狂奔2个时辰赶到血煞门驻地时，我整个人都傻了。原本高耸入云的山峰，连同整个宗门竟然彻底凭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方圆数十里深不见底的恐怖巨型天坑。我嘴巴张得老大，甚至怀疑是不是老天爷打了个喷嚏。难道我昨晚不仅觉醒了霸王色，还觉醒了因果律攻击？仅仅在心里想了一下，就让一个3流大宗门灰飞烟灭了。我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忍不住想仰天长啸，自己真是太牛。我还顺手捡到了宗门门主掉落的极品储物戒指，殊不知这一切其实都是我那废人老婆在背后偷偷帮我。她只是随手一划，就让800里外的血灵风化为了虚无。当我兴冲冲回到破庙，向她炫耀自己一念灭宗的神迹时，她竟然还在我面前演戏，装出一副崇拜我到极致的样子。就在这时，天极剑宗的高手却杀上门来，叫嚣着让我们受死。其实这事儿还得从我那惊人的恢复力说起。清晨破败的山神庙外，几声清脆鸟鸣划破了寂静。我猛地睁开眼睛，像是一头警觉的猎豹般坐了起来，下意识地摸向身边那根昨晚用来当武器的半截胶木，直到确认周围没有任何危险逼近，我才放松了紧绷的神经。左肩那种深可见骨的贯穿伤，今天竟然已经结了后甲，连挥动手臂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简直太不可思议。我有些纳闷，自己这具身体的恢复能力为何如此强悍。随即我就把这一切都归结于昨晚觉醒的隐藏金手指。既然连言出法随这种事都能做到，恢复点皮肉伤算什么？想到这里，我的嘴角忍不住疯狂上扬，感觉自己就要无敌。我转头看向不远处铺着干草的角落里熟睡的楚清月，清晨微凉的晨光透过破屋顶洒在她那绝美的侧脸上，这画面简直像极了睡美人，让我心里涌现出一股决绝。昨晚那几个散修的出现，给我敲响了震耳欲聋的警钟。这里距离九幽地宫只有800里，强敌随时都可能追来。血煞门和天极剑宗的人恐怕已经开始在附近搜山了。我那金手指时灵时不灵，万一面对金丹老怪卡壳就惨了。现代人的生存法则告诉我，最好的防守其实就是进攻。血煞门那个金丹老狗昨天那一巴掌，差点把我的骨头拆了。今天我必须得去给他们送点像样的大礼，让他们长长记性。我轻手轻脚起身，走到那2具散修尸体旁，忍着恶心搜身，从他们身上摸出了10几根淬了剧毒的飞针和不少毒粉。我还从破庙后院找来几根削尖的硬木棍，准备做点陷阱。我回头看了一眼熟睡的清月，小声说句为夫去就会，随后毅然决然地转身踏入了清晨那白茫茫的薄雾之中。我打算摸到血煞门驻地外围，利用现代知识制造鬼，只要先阴死几个巡山弟子，制造混乱就能拖延搜山速度。可我压根不知道，就在我离开后，他却缓缓睁开了眼。他那双犹如深渊般古井无波的眼眸中满是清醒的神色。他慵懒地坐起身，任由我的外袍滑落，露出一大片雪白肌肤。他看着我离开的方向，发出一声带着傲娇和无奈的冷笑。昨晚我说要护着他的时候，血煞门在他眼里就已经死了。九幽女帝要护着的人，就算是上界仙尊来了，也得把命留下。他缓缓起身，赤着玉足踩在冰冷地面上，抬起那纤细手指，遥遥指向了800里外那座高耸入云的血煞门主峰。他说我的男人只需要站在背后看戏就好，不需要去断后。那群脏东西甚至连出现在我面前的资格都不配拥有。话音落下的瞬间，他的双指在虚空中极其随意地向下一划，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也没有撕裂苍穹的恐怖巨响声，只有一道细如发丝的金色剑气无声无息地从破庙掠出，瞬间跨越800里空间，犹如死神镰刀般切过了整座山峰。做完这一切，他看都没看结果就重新躺回干草堆睡觉，而我此时还在山林里汗流浃背地狂奔了足足2个时辰。凭借着原主记忆，我终于摸到了距离血煞门不远的地方。我心里极其忐忑地预演了无数种偷袭巡山弟子的方案，可随着距离拉近，我却感觉到了一种极度诡异的安静。原本鸟语花香的山林里，此时竟然连一声鸟叫都听不到。别说巡山弟子了，就连
一只活着的野兔子都没有见到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且极其恐怖的焦灼气息，仿佛整片天地都被放进火炉里狠狠煅烧过一样难受。我咽了口唾沫，握紧手里淬毒木棍，小心翼翼探出了脑袋。可映入眼帘的景象却让我瞬间如同被雷劈中般彻底石化。我手里的独木棍掉在地上，嘴巴张得老大，眼睛都快凸出来，哪里还有什么血灵峰和连绵不绝的宏伟宗门建筑群？前方只剩下一个方圆足有数十里大的平整巨型天坑，整座山峰连同地壳都被一种开天巨剑般的姿态抹除了。坑里没有尸体，也没有废墟，更看不到半点鲜血的痕迹。在那恐怖高温和杀伐法则下，几千名修士全被气化消失。深坑底部的岩石被彻底晶体化，折射出令人胆寒的光芒。残存的金色剑意让我在10里之外都感到灵魂在不断战栗。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大脑直接陷入长达半分钟的死寂，心想这到底是天灾降临，还是哪位神仙打架路过这里？随后我脑海中闪过一个极其荒谬却又很符合逻辑的念头。我昨晚面对那几个散修时，心里爆发出极其强烈的杀意。我当时还在心里诅咒要让血煞门这帮杂碎彻底灭门。难道我不光觉醒了霸王色，还觉醒了言出法随这种神技？只要我情绪激动，无意识发动大招，就能一念之间灭宗。我猛地跳起来，爆发出一阵狂妄到极点的大笑声，响彻山林。老子就知道穿越者怎么可能只是一个练气期的废物，原来我竟然是那种被动触发的因果律武器级别的超级大佬。血煞门这帮人太不经念叨，我随便想一想他们就全都没了。此时我彻底陷入了疯狂的自我攻略中，觉得那是我的气息。我壮起胆子走到坑边，发现一块巨石上躺着个血色戒指，在这场毁灭打击中，它竟然奇迹般保存下来，绝对是爆装备了。这肯定是血煞门门主的储物戒，里面绝对装满了宗门底蕴。我捡起戒指，在衣服上蹭了蹭泥土，心里美的简直快要上天。一个宗门的遗产肯定能换不少好药，治好我老婆的怪病。我收敛了刚才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转身往破庙狂奔。我气喘吁吁地冲进庙里，大喊大叫，问楚清月醒了没有。楚清月装出一副柔弱不堪的样子，问我去哪了。他好害怕，我兴奋地拉住他的小手，挺直腰板，一副睥睨天下的模样，告诉他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因为我觉醒了无上神通。我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自己昨晚一念之间灭了整个血煞门，现在那里只剩下个大坑，所有坏人都被我扬成了灰烬。楚清月看我吹牛逼不打草稿的样子，心里简直笑开了花，表面上却得装成崇拜的小迷妹，夸我这个夫君真厉害。我大方地把那枚血红色储物戒拍在干草上向他炫耀，可我这个练气期根本打不开金丹期修士设下的禁制。就在我尴尬的想抠出30亿听的时候，他悄悄帮了忙，他随手一摸就抹平了禁制，还装作戒指根本就没锁住。我心中大定，觉得这戒指果然也是被我无敌气场震坏了。正当我们一个狂飙演技，一个疯狂装逼时，外面却传来了响动，一阵整齐划一的脚步声伴随着浩然正气的剑意瞬间降临。天极剑宗执法堂的高手在外面叫嚣着，让我们滚出来受死。我刚刚还不可一世的表情瞬间凝固在了那张老脸上。楚清月此时却在黑暗中露出了一抹森寒无比的恐怖杀机。天极剑宗这帮人居然敢在这种时候来打扰本地的好戏，既然他们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别怪女帝我今天大开杀戒。天极剑宗执法堂在此，里面的魔修还不速速滚出来受死。这道清冷孤傲的声音夹杂着凌厉剑意，如同9天惊雷般在破旧的山神庙外猛然炸响，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木门瞬间化作漫天碎屑。庙外的细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彻底停歇，7、8名身穿月白剑袍的修士正踏着飞剑悬浮半空，为首的老者须发皆白，背负一柄紫光流转的古剑，他正是天极剑宗执法堂的首席长老剑无痕。拥有半步元婴修为的他此刻脸色极其凝重，甚至他那握着剑诀的右手都在微微颤抖。就在半个时辰前，他目睹了血灵峰被抹平的神迹，那种高高在上视万物为刍狗的毁灭法则，绝对是超越了元婴甚至化神的无上存在所。他们顺着空气中那一丝微弱气机追踪到了这里。我刚才还在为拿到储物戒而感到狂喜，听到天极剑宗4个字后，我的表情微微一僵，但紧接着我不仅没有慌乱，反而嘴角疯狂上扬，眼中爆发出一种近乎变态的兴奋光芒。这简直是老天爷送上门给我练手的经验包。血煞门都被我意念秒杀了，还怕这几个剑修？我深吸一口气，将那枚血灵戒套在大拇指上，转过头给了楚清月一个自信又油腻的歪嘴笑。娘子，你在这坐稳了看，为夫出去表演一个退敌千里。楚清月看着我大摇大摆的步伐，脸都抽搐了。这白痴居然想凭练气修为硬刚半步阴，只要对方一道剑气就能把他切成800块。可当他看到我左肩阴动作过大渗出的血迹，眼底的戏谑瞬间收敛，变成了冰冷的杀气。他那双隐藏在阴影中的眼眸变成了暗金色。我背着双手迈着8字步跨过了破庙门槛，抬头瞥了一眼半空中的剑无痕，发出一声冷哼。一名剑宗弟子惊呼，这不是那个软饭废物陆渊吗？他叫嚣着让我把楚清月那个废人交出来。听到废物这2个词，我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可我还没开口，剑无痕就死死盯住了我的戒指。他只觉得脑子里仿佛有9天神雷轰然炸响，整个人如遭雷击，连身形都猛地晃了一下。那是血煞门门主薛不朽的随身血灵戒，那可是一位实打实的元婴初期大能，如今却在这个名满天下的废物手里带着。剑无痕在心中疯狂咆哮，这货绝对是绝世狠人，九幽女帝怎么可能看上一个练气期的蝼蚁？除非这蝼蚁是一头伪装成猪的灭世真龙。3年来，他一定是在把全天下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血煞门肯定是因为得罪了他，才被一念抹除。他连衣服都没换，就轻描淡写拿走了门主戒指。脑补果然是一种极其致命的脑疾，即便强如半步元婴，也会变成惊弓之鸟。就在剑无痕疯狂脑补到
到最恐惧的时刻。破庙里的楚清月极其精准地释放了一丝威压，这股威压犹如万古神山压在他们的神魂之上。剑无痕身后的精锐弟子瞬间狂喷鲜血，像折翼的苍蝇一样扑通扑通砸在泥泞地里，浑身骨骼都在这恐怖压力下发出爆裂声。剑无痕感觉自己的元婴都在这股纤维下颤抖，仿佛对方只要动个念头，自己就会神魂俱灭。他认定这绝对是超越化神期的真仙降世。此时的我其实心里也吓得够呛，我还没喊出让他滚下来，他怎么就吐血掉了？难道我的霸王色已经进化到眼神杀人的境界？我心中狂喜，表面却装得越发深不可测。我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的看着剑无痕，伸手弹了弹戒指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悠悠开口：“我问是谁刚才大言不惭让我滚出来受死？”配合着楚清月暗中加重的一丝神魂威压，不可一世的剑无痕双膝一软，极其丝滑的跪了。他跪在泥地里，老泪纵横，疯狂磕头求饶，呼喊着说自己猪油蒙了心，惊扰了仙驾，求我看在祖师爷份上把他们当个屁给放了。剩下的弟子看到长老都跪了，也跟着疯狂求饶，哭爹喊娘的声音在这荒山野岭里四处回荡。我看着这群大佬哭成狗，心里那叫一个爽。这就是无敌流穿越者的极致快感吗？往这一站，连元婴老怪都得给我当孙子。我强忍住想大笑的冲动，故意板起脸冷哼。我说放了你们也不是不行，但活罪难逃。我娘子如今身子虚弱，需要有人在旁伺候。你们虽然修为垃圾，但好歹还有一把子力气。我指着剑无痕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车夫，剩下的几个人就负责挑担子当保镖护院。要是让我娘子受了颠簸，就让剑宗不削煞门后尘。剑无痕听到让我当车夫，不仅没感到屈辱，反而有一种绝处逢生的狂喜涌上心头。能给灭掉削煞门的绝世大佬开车，那是机缘，这简直是祖坟冒青烟才能修来的福分。他磕头如捣蒜，保证办全天下最奢华的马车。我嚣张的挥挥手，只给他半个时辰去准备。这群高手像被狗撵一样连滚带爬跑下山。我满意的拍拍手，迈着嚣张步伐回到破庙。我告诉楚清月，已经搞定了那几个不长眼的小喽啰，他们被我的强者气息吓尿了，非要来当保镖。楚清月看着我那拽得要上天的样子，差点气笑了。明明是本地暗中出手压碎了他们的骨头，你这白痴只会站在前面摆各种欠抽造型。但看到我左肩流出的血，他心里火气全消了。他极其熟练的切换到柔弱娇妻模式，夸我厉害，还假装担心那些名门正派会在路上使坏。我冷笑一声，极其霸道的将他揽入怀中。我拍胸口保证，在绝对力量面前，诡计都是纸老虎。感受着我胸膛的温热和只想保护他的真诚，他原本僵硬的娇躯竟渐渐放松了下来。他心说，既然你想玩这无敌流的游戏，本帝就陪你。这全天下的宗门要是敢惹，你就让他们挨个下跪。半个时辰后，一辆极尽奢华的马车停在门外，那是4头筑基期紫铜云豹拉着的千年沉香木车。剑无痕换上粗布麻衣，像个老狗一样掀开车帘。我极其满意的将楚清月打横抱起，走向马车。伴随着我意念风发的一声令下，目标天极城。这个由凡人庄大佬和女帝护肤的组合出发了。千年沉香木打造的奢华马车在官道上平稳疾驰。4头筑基期的紫铜云豹被剑意压制的不敢嘶吼。车夫剑无痕正挥舞着马鞭，充当最尽职的恶霸。他一边驾车一边大喊：“闲杂人等通通给老夫闪开！”生怕惊扰了车厢里那位随手灭宗的恐怖前辈。堂堂执法堂长老现在只想把这马车赶得最稳，而在宽敞如宫殿的车厢里，气氛却变得有些诡异。极品雪貂绒铺在车体中央，还有暖玉雕的小榻，龙涎香混着他身上清冷的幽香，让我心猿意马。但我现在满脸严肃，完全没有半点旖旎的心思。我半跪在榻前，袖子高挽，额头渗出细密汗珠。我想着清月现在经脉尽毁，如果不疏通就会淤堵。虽然我还不能直接用神通治病，但我懂点推拿。我搓热双手，认真看着靠在软枕上的楚清月。我说要用这套高深的穴位按摩法激活她的经脉，其实这不过是现代社会的康复理疗理手法。楚清月听到推拿2个字，纤长的睫毛剧烈颤抖。她现在的心情简直可以用兵荒马乱来形容。她虽然装废，但这可是万劫不坏的无垢地体，如果是凡人徒手触碰经脉，绝对会被震成血雾。她下意识想往后缩，那张绝美脸上满是慌乱。她说自己已经是废人一个，没必要再白费力气。我毫不客气打断她的话说，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我这强烈的保护欲在胸腔里瞬间就爆棚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允许你自暴自弃。我凑上前用不容置疑的霸道语气让他听我的，不再给他任何反驳机会。我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肌肤相触的瞬间，楚清月的大脑像炸雷般轰鸣，他整个人僵硬的如同一座冰雕，完全不敢乱动，因为他体内沉睡的法则感受到了外力的入侵，恐怖的反噬之力如怒龙般顺着经脉疯狂上涌，他必须死死压制这股力量，否则我会当场消散。他在心底疯狂咆哮着，让那股地境力量滚回去，强行逆转本源的反噬让他额头布满了冷汗。我见他低吟一声，还以为是自己手重弄疼了他，他大口喘气，带着颤音说，没关系，让我继续按。看着他眼含秋水楚楚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都要化了。我深吸一口气，用大拇指指腹极其认真的按揉，这是一场对我定力极具考验的粉红酷刑。他的肌肤比顶级羊脂白玉还要细腻丝滑100倍，每一次按压那种惊人的弹性都让我邪火直冒，而对他来说，这更是一场生死边缘的极限拉扯。他必须保持万分警惕，将防御机制降到0，否则哪怕是一丝泄漏都能让我这个练气期暴毙。由于解除了所有防御，他的感知被放大了1000倍。我那温热指腹按压在穴位，带起阵阵电流酥麻，这股感觉顺着经脉直冲他神魂深处，让他轻喘。他那张苍白的脸瞬间红到耳根，甚至脖颈。堂堂九幽女帝竟然被我摸得发出撩人的声音，这种强烈的羞耻感让他恨不得撕裂虚空逃走。可看到我满头大汗心疼他的眼神，他又平息了。他发现我是真的在用心呵护他这个废人。就在这车厢里的暧昧气氛快要溢出来的时候，我把手伸向他的后背，准备推拿重要的督脉。我精准按在脊椎2侧穴位上，极其用力的一按，楚清
清月刚才因为放松神魂松懈了100万分之1秒，一丝比发丝还细万倍的暗金灵力瞬间反弹，直接撞在我的大拇指上，发出一声沉闷响动。我感觉手指像是戳在了9天之上的万载玄铁上，恐怖的力量把我的手指震得发麻，虎口开裂。我倒吸凉气，收回手，眼里写满了不可思议。这绝不是一个废人该有的身体素质和反震感，这种感觉比外面那个半部元婴的剑无痕还可怕。我盯着他的后背，眼神中第一次出现了浓浓疑惑。我问他经脉怎么比铁还硬，刚才那力量是怎么回事？楚清月心中大惊，这机操大意了，竟然被我发现。但作为女帝，她的反应速度简直比光速还快，她毫不犹豫控制那一丝灵力撞向自己的心脉，对自己狠才是女帝能镇压时代的真正秘诀。下一秒，她绝美的脸庞瞬间煞白，如同一张纸，一口极其刺目的鲜血直接喷在了我的胸口，她整个人软绵绵的向后倒去，看起来极其凄惨。我脑海里的怀疑在那口血面前瞬间消失殆尽，我现在恨不得扇自己耳光，觉得自己真是畜生。我抱紧她，不断道歉，说是自己乱按弄伤了她。她虚弱地说是因为经脉石化才会僵硬如铁，还说吐出这口淤血后反而让她感觉好受多了。我恍然大悟，心说玄幻小说果然没有骗我，经脉尽毁的人体内经络确实会石化变硬。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乱来了，紧紧把她搂在怀里。楚清月在我看不见的角度，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这种被人心疼到快疯了的感觉似乎还不赖。就在这时，马车外传来剑无痕极其恭敬的声音，他说天极城已经到了，请前辈和夫人下车。我抬头看向远处那座远古巨兽般的宏伟城池，我的眼底闪过一抹极其凌厉狠辣的寒芒。今天谁要是敢拦我买药，我就让这里彻底消失。天极城是修仙界北域最大的商贸中心，这里鱼龙混杂，有无数亡命徒和宗门眼线。我带着那个装满血煞门财富的储物戒跨入城门，虽然我是个炼气期，但我现在底气十足。我一挥手，让剑无痕去最好的丹药阁清场。我说要给夫人买最顶级的续买金丹治伤，要是那老板不识相，我就动用言处法随，哪怕把天极城翻个个儿，我也要救我的女。楚清月靠在我肩头，看着我这副狂傲的模样，她那颗冰封千年的心竟然感觉到了一丝甜意。她悄悄散开神识，将整座天极城都笼罩在内。她说只要有人敢对我露出一丝一毫的杀意，她就会让那天坑的神迹再次降临这座古城。这一场软饭硬吃的戏码看来是越来越精彩了。我带着女帝昂首挺胸走进了城内最豪华的丹阁，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个炼气期废柴是什么身份，竟然能让半部元婴的剑无痕像条老狗一样开路。新的一轮装杯盛宴才刚刚拉开序幕，天字2号包厢里的人可以去投胎了。此时的我正揽着楚清月的纤腰走向天极城，这座北域第一繁华巨城由玄武岩铸就，城墙高耸入云，仿佛要把整片天空都遮蔽。我坐着千年沉香木马车，在爆吼声中进城，4头筑基期的紫铜云豹拉着车威风凛凛，城门守卫感受到剑无痕的剑意，瞬间腿软，他们连滚带爬的让开了一条宽敞的大道。马车最终停在了金碧辉煌的百宝阁门前，那块纯金打造的牌匾在阳光下极其刺眼。剑无痕极其谄媚的放下踏脚凳，请我下车。我率先走下车，回身小心翼翼搀扶着清月。清月披着雪白狐裘，脸色略显苍白，惹人怜。我极其自然地替她撩起耳边的一缕碎发，这一幕柔情瞬间引来无数修士驻足围观。人们惊呼九幽女帝竟然真的修为全无，甚至有人用下流贪婪的目光在她身上扫，这种眼神让空气中瞬间弥漫开危险气息。楚清月眼底已经翻涌起灭世的暗金杀意，正当她准备动用法则把这些眼珠全部挖掉，我猛地踏出一步护在她身前，发出一声怒吼，再看我妻子一眼，我就把你们眼珠子捏爆。我眼中透着一股不计后果的疯狂与戾气。那些修士被我拼命三郎的气势吓得缩头，他指尖凝聚的毁灭法则竟然因此而溃散。他心里轻骂我蠢货，但看我的眼神温柔不少，这种被人死死护住的感觉让他有些诚意。我牵起清月的小手，大步走进了百宝阁内，各种珍稀法宝在灵气氤氲中散发着光芒。林家少主林天虎带着狗腿子阴阳怪气走来，他嘲笑我是个炼气期的废物，护不住娇妻，还狂言要买走女帝回去当什么双修顶。全场爆发出哄堂大笑，让我眼神冷若冰霜。这孙子以前只配跪在地宫外面疯狂磕头。我极其平静地看着他，并随手打了个响指。剑无痕老脸一横，瞬间甩出一记清脆耳光，林天虎像被巨锤砸中，整个人都横飞出去，伴随着碎牙，他砸在灵气货架上，当场昏死。全场死一般寂静，没人敢相信眼前的画面。百宝阁大管事连滚带爬从楼上跑了下来，他感受到半部元婴的剑意，被吓得冷汗直流。剑无痕极其恭敬地躬身称呼我为主上大人，这一幕让所有人的三观在此刻彻底崩塌。半部元婴竟然甘愿给炼气期当最卑微老奴。我挥挥手制止了剑无痕准备灭宗的念头，我开口问管事是不是有颗极品天香续买丹。大管事颤抖着说进天字号包厢必须验资，他认定我这个吃软饭的绝对拿不出灵石。我冷笑一声，对准白玉桌案展示出血灵剑，哗啦啦一阵瀑布般的巨响震撼了百宝阁，无数散发着浓郁灵气的石头疯狂喷涌而出，这些极品灵石瞬间堆成了一座闪瞎眼的小山。管事尖叫出声，这起码有10万块极品灵石啊！全场修士在灵石光芒下屈辱地低下了头，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我直接全场包圆。我拍着大管事的脸问他这些钱到底够不够，他扑通一声跪地请我们上天字1号包厢。我搂着清月的纤腰在敬畏目光中淡定上楼。清月惊讶我哪来这么多极品灵石当筹码，我说这全是昨晚言出法随顺手捡来的遗产，无论花多少钱我都要让你重新站起来复原。清月反握住我的手，嘴角勾起惊心动魄笑意。拍卖台上女拍卖师端出了那颗压轴神丹，1万极品灵石的起拍价让我瞬间翻了10倍。我极其平淡地喊出10万，直接让全场失声。可天字2号包厢里传出了一道阴冷声音，对方故意加价到11万，就是在存心恶心我，那语气里的挑衅简直是完全没把我放眼。我喊出20万，对方依然不要命的紧追不舍。我冷笑一声站起身准备发动因果律咒刃。
人，而清月也已经端起灵茶准备让对方去投胎，毕竟敢抢本地男人的东西简直是活腻歪了。既然对方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这帮蝼蚁。天字2号包厢的挑衅还在大厅里回荡着，周围的修士都屏住呼吸等待我的下一次开价。林家少主刚才的下场并没有让他们吸取教训，甚至有人觉得我只是个突然暴富的暴发户。我转头看向楚清月，发现他眼底寒芒更甚。我知道他这是动了真格要大开杀戒的前兆，但我更想用自己的法子给对方一个惊喜。我故意长叹一声说，这钱多得确实有点烫手。既然2号包厢的朋友这么想要，那我就成全你。我直接收回了刚刚爆出的20万灵石价格。全场一片哗然，以为我这个神豪突然怂。2号包厢里传出一阵极其嚣张的狂妄大笑，那声音嘲讽说，陆大帝君果然还是个软骨。可我接下来的举动却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我对着那个包厢的方向极其随意地指了一下，口中轻声念叨着说，这丹药既然给你，那就拿稳，只希望你这福薄命短的身体别被丹气撑爆了。在那一瞬间，楚清月手中的灵茶悄然蒸发，一丝足以锁定神魂的死神气息穿透了墙壁。天字2号包厢里的笑声极其诡异的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重物落地和急促的喘息声。没人知道里面那个挑衅的大佬已经吓得尿裤，因为他在那一刻看到了自己神魂俱灭的幻象。管事颤巍巍地宣布2号包厢获得了续买单，可那个包厢里却再也没有人敢出来领奖，甚至连那1分钱的零食都没敢拿出来交付。我淡定地坐回沙发上，继续品着顶级灵茶。我说过，这天极城谁敢拦我买药，谁就得消失。楚清月看着我装逼装得如此浑然天成，他那颗冰封的心竟然感受到了一丝甜蜜。他说，夫君，你刚才那种一言断生死的样子真帅。我老脸微红说，这都是基操，以后你会习惯的。虽然那颗丹药暂时落入了别人那个怂包手里，但我知道今晚他一定会乖乖回到清月面前。至于那个2号包厢里的倒霉蛋能不能活过今晚，那就要看我家这位女帝大人的心情好不好了。我牵起清月的手，准备去下一层选几件防身法宝。今天我不仅要买药，还要把百宝阁给买空了。这种挥金如土的感觉实在是太让人上头了。而百宝阁外已经聚集了林家的无数高手战阵，看来我这1000万灵石的财富已经引起了贪欲。不过看着身边那个眼神玩味的女帝老婆，我心里只求这些林家人能跑得稍微快一点。楚清月的眼底瞬间掠过一抹令人不寒而栗的极度杀机，她万万没想到这颗所谓的极品神丹竟然被人动了手脚，在那精纯药力深处隐藏着连元婴期都察觉不出的蛊。若是普通的废人服下这颗丹药，瞬间就会神魂枯竭而死。显然是有人算准了我会不计代价为他寻找续买神丹，这是要借我的手亲手毒杀我最心爱的妻子啊！我看着清月含下丹药后，原本红润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甚至有些痛苦地捂住胸口，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着。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彻底炸裂开了。刚刚买到救命药的狂喜瞬间化作了无尽的恐慌和愤怒。我一把抱住她，急切地询问她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药力太强？清月极其隐秘地将那丝蛊毒强行逼入了自己的指尖，她那双暗金色的眼眸中翻涌着足以让诸神陨落的杀意，但面对我时，她却极其熟练地切换到了虚弱自责的模式。她嘴角溢出一丝乌黑的血迹，声音颤抖着说，丹药里有毒。我死死盯着她嘴角那抹黑血，心脏疼得快要彻底停跳了。我陆渊两世为人，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极致的暴力。我费尽心思砸下10万极品灵石，竟然买了一颗索命的毒药。这百宝阁不仅想要我的钱，甚至还想要我老婆的命。我原本还觉得自己是个只想过安稳日子的普通穿越者，但这一刻我只想让这整座天极城都为我妻子的痛苦陪葬。我轻轻放下怀里的清月，极其冷酷地擦掉了她嘴角的黑血。我转身走向包厢的大门，每走一步，身上的煞气就重上1分。守在门口的剑无痕感受到这股气息，吓得直接跪倒在地。他从未见过主上露出这种要毁天灭地般的恐怖表情。我一脚踹开包厢的大门，对着空旷的长廊发出一声怒吼，让那个卖药的大管事和炼药的药师统统给老子滚出来！这一声怒吼夹杂着我心中积压已久的疯狂和绝望情绪。其实就在我爆发的一瞬间，楚清月已经暗中出手了。他那恐怖的神识化作千万道金针，瞬间笼罩了整个百宝阁，每一个角落，甚至连地窖里的老鼠都在他的感知之下。他不仅要保护我，还要帮我找出那个背后放冷箭的真凶。既然有人想玩这种阴毒的手段，那他就陪他们玩到底。大管事带着几名护法战战兢兢地跑了过来，大声喊冤。他们百般推脱说百宝阁的名声在外，绝不可能卖假药毒药，还说这药是药王谷的克卿长老亲自送来拍卖的，绝无问题。那几个护法甚至还想仗着人多势众对我进行武力威慑。我冷笑一声，抬起右手对着虚空就是狠狠的一个巴掌。我口中极其霸气地念叨着说，敢骗老子的人全都得死。就在我巴掌落下的瞬间，楚清月指尖的金色法则轰然爆发，那几名金丹期的护法连惨叫都没发出，就化作了一团血雾。百宝阁那厚实的墙壁被这股余波直接震成了粉碎，原本华丽的长廊瞬间变成了一片充满血腥味的废墟。大管事吓得屎尿横流，像条老狗一样趴在地上疯狂求饶。他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练气期的陆渊到底有多么恐，这根本不是什么言出法随，这简直就是天灾降临啊！我一脚踩在大管事的脑袋上，问他那个药师现在人在何处。他哆哆嗦嗦指着百宝阁后院的一处极其隐秘的炼丹房，说药王谷的那位长老拿了灵石后就在那里闭关休息。我冷哼一声，直接拎起大管事像丢垃圾一样扔向后院。楚清月紧跟在我身后，虽然看起来依旧是那样病弱不堪，但他每踏出一步，脚下的地面都会裂开一道暗金色的纹路，那是他极其霸道的在为我清理前方所有潜在的阻碍。我们穿过一片片倒塌的建筑，很快来到了那座炼丹房前。房门禁闭，散发着一股极其诡异且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一名身穿青色长袍的枯瘦老者正得意地数着灵石，他就是那所谓药王谷的克卿长老，其实是个用毒的魔修。他察觉到外面的动静，推门而出，脸上还挂着残忍的笑意。他嘲讽我这个傻子，竟然真的敢给废人女帝吃那种毒药。
药，还说那噬魂蛊毒无药可以，只需片刻，楚清月就会化为脓水。听到化为脓水这4个字，我感觉我的理魂都要彻底燃尽了。我不需要任何理智，也不需要任何的逻辑去思考对策。我再次抬起那根仿佛拥有魔力的大拇指，向着老者一指，我以这具身体的主人名义命令你，现在就给我当场暴毙！随着我那个死字出口，整片天空瞬间变得漆黑如墨。楚清月在此刻终于不再保留那属于九幽女帝的绝世神威，她站在我身后，那一袭白衣无风自动，显得极其圣洁威严。她那暗金色的双眸中射出2道足以洞穿万骨的寂灭光束，这光束极其精准地没入了那名毒修老者的每一个窍穴。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固，全身的经脉在那一刻全部自爆，无数细小的血箭从他的毛孔中激射而出，场面极其血腥。他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神魂，就被地境法则彻底碾碎。堂堂一名金丹大圆满的毒修，在我面前连1秒钟都没撑住，我甚至还没感觉到累，这个不可一世的仇人就已经没了。我这自我脑补的无敌留神技在这一刻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我看着地上的那滩烂泥，心中没有任何怜悯，只有无尽冷。我转过身，极其心疼地抱住楚清月，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他极其温柔地靠在我怀里，说毒素已经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他还夸我刚才那一指的神通简直是旷古烁今，无人能敌。其实那些蛊毒早已被他用自身强大的法则炼化成了养分，但我这个憨憨夫君却以为又是我的霸王色救了他一命。我意气风发地带着他回到了百宝阁那支离破碎的大厅。此时整个天极城的高手都被这里的动静给彻底惊动了。林家的家主带着上千名精锐私兵将我们重重包围起来，他叫嚣着要让我为打伤他儿子和破坏百宝阁付出代价。我看着这些像苍蝇一样围上来的杂碎，嘴角露出一丝不屑。我极其豪横地从储物戒里抓出一把极品灵石撒向空中，我说今天谁敢动老子一根汗毛，我就买下他的脑袋去喂狗。原本剑拔弩张的阵势在灵石雨的洗礼下瞬间变得极其滑稽，不少林家私兵竟然开始为了抢夺极品灵石而自相残杀。我搂着清月的纤腰，在剑无痕的护送下大摇大摆走在中间，这种用金钱和暴力双重碾压的感觉实在是让我欲罢不能。林家家主气得浑身发抖，亲自挥舞着长刀朝我砍了过来。他可是实打实的元婴中期高手，这一刀带着劈山断海之势。我看着那呼啸而至的刀光，竟然连眼皮都没舍得眨一下。我极其装逼的对着虚空吹了一口气，说让这把破刀碎了吧。就在刀尖距离我脖子仅剩半寸时，清月的眼神猛地一冷，一股无形的空气墙瞬间在我和林家家主之间成型。那柄名动北域的宝刀在那空气墙前竟然寸寸崩碎，化为齑粉。林家家主被巨大的反震力直接震得倒飞出几百米，他那引以为傲的元婴在这一刻竟然被震出了数道裂痕。全场修士此时已经不再是静闻，而是彻底被吓得灵魂出窍。一吹气就能震碎元婴期的高手，这他妈到底是什么级别？我极其拉风的牵着清月的手走到了那辆紫铜云豹马车前，我对天极城的所有人宣布，从今以后这里就是老子的地盘，谁赞成谁反对。这8个字在空旷的街道上不断回荡着，没有人敢发出一丁点反对的声音，只有此起彼伏的磕头声。楚清月坐在马车上，看着我这副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目，他那颗冰封了1000年的心此刻早已变得像是岩浆般滚烫。他说夫君，既然你喜欢这整座北域，本地就帮你全部拿下。我坐在他身边嘿嘿傻笑，心想我这软饭吃的确实有点硬。马车缓缓启动，带着满载的宝物和威名驶向了下一个目标。我知道这修仙界的乱世才刚刚因为我的降临拉开序幕，接下来我要带着老婆去寻找那传说中的上古生命神泉，只有彻底修复他的神桥，我才能安心地当我的咸鱼大佬。至于那些敢在暗中窥伺我们的宗门和老怪，就让他们来吧，反正老子现在的言出法随已经快要练到大圆满的境界了，谁敢不服，我就在那心里默念100遍，让他全家原地升天。我花了10万极品灵石给娘子买救命神丹，却亲眼看着他服下后吐出一大口黑血，看着他体温消失，呼吸全无地倒在我怀里。我这个穿越者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绝望，原以为觉醒了言出法随就能护他一生平安，没想到却是我亲手把他推向了死亡深渊。就在药王谷长老带着杀手破门而入准备抢人时，我那压抑到极致的怒火终于引动了终极神技。我只是对着那群杂碎极其愤怒地指了一下，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整个修仙界都为之胆寒。那些金丹高手竟然在我面前齐刷刷化成了脓水，连那不可一世的长老也当场变成了一地黑灰。原来真正的言出法随是需要用极致愤怒来开启。我搂着怀里重新复活的娇妻走出了百宝阁黑殿，我发誓要让这个世界上所有坏人都灰飞烟灭。就在前些天，那颗带着经文的神丹顺着清月的脖颈滑入腹中，我紧张地握着她的手，1秒钟都不敢移开视线。我满心期待着她能重新站起来，变回无敌女帝。可谁知在药效化开的瞬间，这颗神丹竟然变成了催命符，一丝阴毒的黑气从神丹核心位置猛地爆发出来，那里面竟然夹杂着成百上千只细如发丝的噬魂蛊虫。这是极其歹毒的禁忌之术，要将清月炼制成没意识的傀儡。下毒的人心肠歹毒到极点，简直是想要她的命。清月眼底闪过一丝嘲弄，觉得这些蝼蚁简直是可笑，区区低贱蛊虫也妄图啃食她这万劫不坏的无垢地体。她只需心念一动，就能让这些小虫子彻底灰飞烟灭。但这位腹黑的女帝大人却决定要跟我玩一场将计就计。她极其逼真地发出一声痛苦闷哼，脸色瞬间变黑，紧接着一口刺眼的黑色毒血直接喷在了雪白狐球上。她眼神涣散，软绵绵地倒在我的怀里，气息全无。我的心跳在这一刻仿佛停滞了，我整个人都彻底疯了。我死死抱着她，发出犹如孤狼泣血般的凄厉嘶吼。我疯狂地用袖子去擦拭她嘴角流出来的黑血，可那毒血越擦越多，她的体温也变得像冰块一样了。我疯了一样指着天空，命令清月必须马上痊愈。我以天道之名，命令这些恶心的毒素全部消散。可怀里的她依然奄奄一息，没有半点苏醒的迹象。我第一次感觉到穿越者的身份竟然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我以为觉醒了无敌挂，却连一颗毒药都分辨不出来。那种痛失挚爱的极致恐慌让我彻底变成了修罗。
我。我满脸泪水的发誓要让所有伤害他的人陪葬。感受到我滚烫的泪水，清月的心里竟然微微一颤。他没想到我这个平时爱装逼的男人会为他哭成孩子，他那原本只想戏弄对手的心瞬间被滔天怒火取代。敢让本地的夫君流泪，你们全族今天都得死在这里！就在他杀意沸腾的时候，包厢里的水晶窗全部炸裂，空气中甚至凝结出了厚厚的黑色冰霜，极其骇人。我以为这是我的言出法随，终于被我的情绪彻底激活。这时药王谷太上长老莫无极带着杀手破门而入，他嘲笑我刚才灭掉血煞门用的只是一次性符咒。他坦白说，在神丹里加了名为噬魂绝脉骨的调料。他贪婪地看着清月，想把它练成最完美的双修顶，还要杀了我这个练气期的废物，独吞所有极品灵石。我缓缓站起身，擦干眼泪，眼神中只有无尽的冷漠。既然你们敢碰我老婆一根头发，那我就把天都掀了。我再次伸出右手指向莫无极，宣判他们神魂俱灭。那6名金丹杀手狞笑着挥舞法宝朝我扑杀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中毒倒地的清月睁开了眼，他的双眼变成了旋转的暗金色深渊漩涡，极其恐怖。他只是极其优雅地对着虚空轻轻打了一个响指，因果反转的法则瞬间在这一方天地轰然爆发。那6个杀手在半空中僵住身体，传出刺耳的虫鸣声，紧接着黑色火焰从他们内部开始疯狂燃烧坍塌。仅仅半个呼吸的时间，6个高手就化成了黑色脓水。莫无极脸上的狂笑彻底变成了极致的灵魂恐惧，他种下的蛊虫竟然顺着因果联系反噬到了他体内。他喷着黑血跪倒在我面前，承受着万古噬心的痛苦。他临死前终于看懂了清月才是那头苏醒的万古凶兽。清月极其冰冷地吐出一个灭字，让他化作了漫天灰烬。整个包厢重新恢复死寂，只有我还在原地发愣。我心想，我的言出法随居然还能自带群体反伤效果，这因果追踪的威力简直是比核弹还要恐怖10000倍。我见清月红润着脸坐起来，大喜过望地冲过去抱住他。我说，只要我足够愤怒，连贼老天都不敢轻易收你。清月极其迅速地收起地威，变回了那个柔弱小废人。他靠在我肩头，轻声呢喃说：“夫君刚才的样子真厉害。”我这个憨憨夫君被夸的尾巴都快翘到了天上去。我拍着胸脯保证，阎王来了也得跪着给我们唱征服。我牵着他的手，极其嚣张地走出这间百宝阁黑店，却没发现莫无极消失的地方留下一卷神秘羊皮纸。就在百宝阁的一片废墟之中，我弯腰捡起了那张残破的羊皮卷，这上面用神纹勾勒着极其复杂的地图，藏龙谷3个大字散发着妖异的红光。这可是莫无极死后留下来的唯一遗物。我脑海中属于原主的记忆开始飞快旋转，传闻那是上古真龙陨落之地，遍地是宝，甚至还有能重塑经脉肉身的真龙精血。我心想，这绝对是老天爷给我的第2次翻身机会，只要能拿到神药，清月就一定能彻底恢复。我兴奋地回头向清月展示这张无价的地图，他只是淡淡瞥了一眼，却极其温柔地答应陪我去。其实他心里觉得那只是个长虫陨落的泥坑，但只要我这个夫君开心，他去逛逛也无妨。我大手一挥，让剑无痕那个老狗赶紧去备车，目标直指800里外的藏龙谷禁地秘境。半个时辰后，我们终于赶到了那处荒凉的峡谷。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北域无数宗门的高手，天空布满了飞剑、灵舟和各种气息恐怖的异兽。今日正是藏龙谷秘境100年一次开启的日子，无数天骄和老怪物都想来争夺那上古机缘。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地动山摇，瘴气缓缓裂开，一道带有致命杀机的虚空阵门出现在众人眼前。几十个筑基修士不知死活的想要抢先冲进去，结果瞬间就被虚空中的九幽罡风切成了血雾。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吓得头皮发麻，不敢再上前一步。战天宗圣子战无双祭出青铜古镜勉强护体，他顶着巨大的压力，极其艰难地踏入了杀阵之中。而就在这些天才们为了进门拼得吐血的时候，我却拉着清月的小手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周围那些修士看到我们这副弱鸡样，全都发出了嘲讽，他们觉得练气期带个废人来这里简直就是找死。但我却嘴角上扬，露出一副看土鳖的欠揍表情。我告诉清月抓紧我的手，不用害怕这些小垃圾。我连个灵气护照都没开，就直接走进了9天杀阵。离谱的是，那些恐怖罡风一靠近我就自动拐弯了，甚至还化作一阵极其温柔的微风吹拂着清月的秀发。我就像逛后花园一样，带着她极其丝滑地穿了过去。外围那几千个修士此时眼珠子都快惊掉了，他们疯狂揉着眼睛，以为自己中了什么离谱幻术。毕竟战无双这种天才进去都要被刮掉半层皮，而我这个练气期废物竟然能在杀阵里闲庭信步。我心里得意地想，老子果然是带光环的天命之子。其实是清月偷偷泄露了一丝无垢地体的气息，那阵灵早就被吓得跪在地上发抖，根本不敢反抗。若不是他刻意压制，整座大阵都会原地崩溃。穿过阵门后，我们进入了灵气浓郁的远古森林。我刚走没多远，就看到战无双被一头魔猿追杀，那可是拥有元婴中期修为的8臂深渊魔猿，每一拳都能将整座小山头直接夷为平地。战无双被揍得满脸鲜血，疯狂朝我这边跑来求救。我心想，这又是一个我入园装杯的大好时机。我极其霸气地挡在清月身前，对着魔猿一指，我大喊一声给我跪下，那气势简直是威震八荒。魔猿原本暴虐的眼神在看到清月的瞬间变了，那是一种刻在灵魂深处无法言说的极致恐惧。他在半空中生生止住身形，然后扑通一声五体投地。他甚至在地上打滚，露出肚皮，像哈士奇一样讨好我。战无双看着眼前的画面，世界观都要彻底崩塌了。他认定我是一个比战天宗宗主还要恐怖的老怪。我极其不屑地跨过魔猿的肚皮，走向祭坛核心。那颗金灿灿的真龙精血果就在祭坛中央散发神光。可就在我伸手去摘果子的一瞬间，一股邪恶龙威苏醒，那是一条沉睡万年的上古残魂在对我发动冲击。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感觉灵魂都要被撕碎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清月的伪装彻底撕裂，他反手将我护在身后，眼中爆发暗金色地威。他冷冷地对那条残龙吐出一个跪字，让天地失色。那条即便是面对化神期都不虚的残魂，竟然真的跪了。原本气势汹汹的龙魂，在清月面前卑微到了土里。他像是见到了这辈子最不可名状的恐怖存在。整个秘境都在这一声令下之后陷入了死寂。
地。我呆呆地看着那条像小泥鳅一样缩成一团的龙魂，脑子里还在想我这一嗓子威力怎么大到这种地步。原来我陆渊已经是言出法随大圆满的境界了吗？清月悄悄收回了那足以镇压万古无上神威，他重新拉住我的衣角，变成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他说：“夫君，你真的太厉害了，连龙魂都被你下跪了。”我嘿嘿一笑，极其得瑟地摘下了那颗真龙精血骨。我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我在，谁都动不了你。战无双在远处目睹了全程，已经彻底丧失了思考，他连滚带爬地逃出秘境，发誓再也不惹任何凡人。我拉着清月继续在这像后花园一样的秘境里寻，凡是挡在我们面前的妖兽，通通都学会了磕头。这种满级大佬带我刷副本的感觉简直是太爽了。我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把这藏龙骨直接搬回家，毕竟我现在的言出法随似乎连搬山填海都不在话下。清月看着我那副尾巴翘上天的样子，也是满脸宠。他决定把这场无敌流的游戏继续陪我玩下去，直到我真正能在这修仙界横着走的那一天为止。此时在藏龙谷外已经聚集了更多的宗门援兵，他们听说秘境里出现了一位言出法随的绝世剑仙，纷纷准备好了厚礼，想要来拜见我这位传说中的大能。但我现在的目标只有带清月去最好的地方疗伤。那道极其沧桑透着无尽怨毒的残魂声音，仿佛跨越万古时空，在祭坛上方轰然炸响。一条千丈庞大燃烧着明火的虚幻真龙从祭坛裂缝中升腾而起，死死锁定了我们。那是货真价实让天地倒悬的化神期威压。我只觉得大脑嗡的一声巨响，陷入了空白，整个人僵在原地，甚至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就在这极其致命的1/1000秒时间里，一直被我护在身后瑟瑟发抖的楚清月，那张绝美苍白的脸庞上敛去了一切伪装，原本清澈的眸子化作极其恐怖的暗金色，深渊漩涡在瞳孔深处仿佛埋葬着诸神。他反手一把将陷入僵直的我拉到了身后，那具柔弱娇躯像太古神山般挡住了威压。他极其冷漠地对着那条真龙吐出一个跪字，没有灵力碰撞，也没有撕裂虚空的绚丽光影，只有超越了这方天地大道的地境法则，像灭世磨盘一样残暴碾压在那真龙头上。那条原本散发滔天凶焰准备吞了我的凶龙，此刻龙眸瞪得滚圆，眼珠子都要被吓得弹飞。他感知到了这是活着的无垢地体的大地，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低级秘境里会有尊女帝，更想不通自己刚才怎么敢攻击大地的男人。在那连天地都能抹除的神威面前，他太渺小。真龙残魂在极其绝望中发出了凄惨的哀嚎，他那化神期威压简直像是个微不足道的屁。强烈的求生欲让他彻底放弃了真龙的尊严，他疯狂压缩魂体，从1000丈瞬间变成1丈长短，最后竟然硬生生把自己缩成一条金色小泥鳅，吧嗒一声极其精准地掉在我脚尖前的地砖上。这条上古真龙极其熟练地盘起身体，开始磕头，还发出像小奶狗一样嘤嘤的声音，求放过。我终于从那短暂的精神冲击中回过了神来，我下意识摆出防御姿势，大喊一声大威天龙，结果睁眼看清景象后，我尴尬地卡住了喉咙。祭坛上空空荡荡，根本没有什么恐怖的怪物，只有一条巴掌大的小金蛇在冲着我磕头。身后的清月正捂着胸口，一副被吓坏的模样，他极其配合地飙着演技说：“刚才的风好可怕。”我大脑飞速运转，开始疯狂脑补这离谱剧情。我认定自己灵魂绑定了某种无敌的血脉，一定是我的灵魂自带万古龙皇的至尊命格。那老龙刚才想偷袭我，却被我的防御反弹了，他被我身上散发的王霸之气吓成了幼年体。我极其嚣张地指着脚下那条翻白眼的小鹿，这老龙肯定是被我这天命之子给彻底降服了。真龙残魂听到我这不要脸的话，差点气吐血。他心说，要不是大帝盯着本座一口唾沫淹死你。他看到楚清月那充满威胁的眼神，瞬间怂，极其屈辱地流下龙泪，并在我脚背上蹭了蹭。他甚至极其狗腿地学了一声猫叫，讨我欢心。我狂笑着一把捏住那条小金蛇的后颈皮，我拎着它像献宝一样晃到楚清月的面前。这凶兽已经被我的王霸之气变成小泥鳅了，看着金灿灿的，还挺可爱，拿回去给你当宠物，或者哪天饿了，直接把它当成一根辣条嚼了。真龙听到要把自己当辣条，吓得两眼一翻装死。楚清月极其温柔地接过那条缩小的真龙残魂，他玉指极其隐秘地下了道禁制，然后柔声夸我，他说：“夫君真是天下无双，这礼物他非常喜欢。”我老脸一红，极其满足地摘下了真龙精血骨，没有阵法阻拦，也没有任何妖兽出来敢蹦跶，我就像是在后花园摘苹果一样简单轻松。正当我们准备牵手极其潇洒的原路返回时，祭坛下方爬上来几个浑身是血的凄惨人影，正是战无双带着那群名门天骄终于到了。他们为了闯阵，几乎耗尽了所有保命的底牌。战无双满脸鲜血，想要夺取真龙果恢复荣光，可他看清祭坛上的画面后，直接当场彻底傻眼。我这个练气期废物，竟然毫发无伤地站在高处，而那果子正被我像塞白菜一样随手揣进兜里。他甚至发现女帝手腕上缠着那条真龙残魂，那种化神期的本源气息，绝对不会有任何错。战无双的道心在这一刻发出了粉碎的响声，他拼了命也没见到的机缘被我随便就捡了。他甚至觉得我是隐世真仙下凡来体验生活。我极其嚣张地问他，盯着我看是不是因为我帅？我嘲讽他拼死拼活，不如我随便散个步有运气。战无双气得仰天狂喷鲜血，极其干脆地昏死了。另外几个天才也气得浑身发抖，倒在地上抽搐。我无趣地摇了摇头，觉得这群人太不经打击。我揽住清月的纤腰，带着他嚣张地走出秘境。我心里只想着今晚用这果子治好他的经脉，却不知道这真龙果蕴含的药力极其霸道，凡人吞服如果不配合双修引渡，就会爆体而亡。楚清月坐在马车上看着果子，脸庞羞红了一片。他心说今晚这双修的好戏看来是躲不掉了。这位腹黑女帝已经在想该怎么教我这功法了。清晨我在一片冰天雪地中醒来，感觉自己就像掌控寒冰的神明。看着怀里气色红润不少的清月，我心里那叫一个志得意满。昨晚那场惊心动魄的物理降温，总算是把这上古真龙果的药力给压下去了。我这言出法随的大招简直是越用越顺手，以后要是夏天嫌热，直接喊一嗓子就能治了。我低头看着怀里还在熟睡的清月，她那长长的睫毛在晨光中微微颤动，白皙的皮肤透着一种健康的粉嫩色泽。看来那真龙精血骨确实是这世间罕见的
神药。我不禁有些得瑟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心想这修仙界的天骄们拼死拼活也抢不到，结果被我这个练气凡人给当成果泥喂了老婆。这要是传出去，估计那些老怪得气得当场去世。就在我打算起身去准备早饭的时候，清月缓缓睁开了那双灵动的大眼睛，她眼神中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随后立刻换上了一副迷茫又崇拜的表情。她声音娇弱地问我是不是救了他的命。我极其嚣张地拍着胸脯说是为夫神威无敌。我告诉他，昨晚我不仅一言断了真龙的念想，还顺手调动了9天寒气为你强行降温。你现在感觉经脉是不是已经彻底畅通无阻了？清月极其配合地感受了一下体内的气息，她装作惊喜万分地拉住我的衣袖摇晃，直夸我是这诸天万界最厉害的盖世英雄。其实他体内的经脉何止是畅通了而已，那真龙精血不仅修复了他故意留下的损伤，还让他的无垢地体更加圆满进境神速。他现在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把整座镇子抹除，但在我面前他依旧是那个手无缚鸡的小娇妻。我看着他那副崇拜的小眼神，心里美得冒泡，直接大手一挥说走，咱们去最好的酒楼吃大餐。可就在我们推开那扇被冰封的房门时，院子外面却传来了一阵极其嘈杂的脚步声，还有那个半步元婴老奴见无痕的怒喝声。原来是我们昨晚闹出的动静实在太大了，整座别院现在看起来就像个巨大的冰块，在阳光下折射出五颜六色的诡异光芒。这神迹瞬间惊动了小镇的镇守和各路散修，他们认定这里藏着什么不得了的绝世兵器宝物，纷纷带着武器想要闯进来分一杯羹。镇守是个筑基后期的小修士，此时正满脸贪婪，他指着剑无痕大骂，让他这个老仆赶紧滚开，说这里出现了异象，必须要上缴给朝廷处理。剑无痕虽然修为高深，但没我的命令不敢乱动，他只能憋着火在那释放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剑意。我拉着清月的小手，极其嚣张地走出冰屋，看着门口那几十个吵吵闹闹的乌合之众，我心里不仅没有任何害怕，反而觉得想笑。这种送上门来给我装杯的机会简直是太妙了。我故意板起脸冷哼一声说，谁在这里大呼小叫？镇守看到我这个只有练气波动的凡人走出来，他先是一愣，随后爆发出一阵极度鄙夷的狂笑。他嘲讽我这个小白脸竟然还没被冻死在屋里，还威胁我乖乖把屋里的宝贝交出来，让我不死。清月躲在我的身后，极其委屈的红了眼眶，他小声说，夫君这些人好凶啊，我好害怕。听到老婆喊害怕，我体内的中二之魂再次燃尽。我极其轻蔑地看了那个筑基镇守一，我缓缓抬起右手对他指了指天空的方向，我说，这天地间的规矩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讲？既然你们喜欢冰天雪地，那我就成全你们。我深吸一口气，再次发动我那脑补的言出法随，我大喊一声，让这附近方圆百里都给我保持安静，谁要是敢动一下，就让他变成万年不化的冰雕。话音刚落，清月在背后极其隐蔽的屈指一弹，一股比昨晚还要恐怖10倍的极寒法则横扫而出，那个正准备破口大骂的镇守瞬间就僵住了，他原本还带着狰狞笑意的脸庞被迅速冰封，紧接着是他身后那几十个张牙舞爪的护卫，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里，整条街道都安静了。阳光下几十座神态各异的冰雕栩栩如生，连他们手中的兵器都结满了晶莹剔透的冰花。这震撼人心的一幕让远处围观的散修直接吓疯，他们哭爹喊娘的往外跑，说这里住着绝世杀神。我看着这些被我一言定住的冰雕，心里爽爆了。我心想，我这控制寒冰的异能难道是全图挂吗？我转过头极其温柔地安慰清月说，别怕了，这些敢惊扰你休息的杂碎已经都被我冻结。清月瞪大美眸看着满地的冰雕，露出崇拜之色，他夸我的法术简直是通天彻地前无古。其实他心里在想，夫君你这吹牛的功夫才无敌，本地出手的速度要是慢点，你就要被口水淹了。我极其骚包地整理了一下衣领，带他走向酒楼。剑无痕像个忠实的老狗一样在前面开路，那些原本想要围攻我们的散修纷纷跪地磕头，甚至有人大喊着陆前辈饶命，求神仙收了神通。我在酒楼里点了一桌子零食都买不到的珍馐，还极其阔绰地给那条金色小泥鳅也分了一碗。真龙残魂此时已经被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他极其卑微地卷缩在碗边，小口舔着汤汁。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离开这两个疯子，一个喜欢疯狂脑补，一个喜欢配合演戏杀人。就在我们享用美食的时候，天边又传来了异动，几道强大的流光正急速朝着这座小镇飞来。原来是天机城的林家和药王谷的援兵到了，他们发现了莫无极等人的命牌碎裂，正在寻仇。为首的是一名元婴初期的药王谷执法长老，他满脸杀气地降落在酒楼门外，让里面的人受死。我正喝着灵酒，听到这话，心里顿时一阵不爽。我重重拍了一下桌子说，怎么老有人打扰我吃饭？我看向清月，问他想不想看为夫表演手撕元婴。清月极其乖巧地点头说，夫君加油，你是最棒的。我大步走出酒楼，看着天上那个老家伙冷笑，我说，老头你年纪大了，不好好在家等死，跑来这干嘛？要是现在给我跪下磕头认错，我还能留你个全尸。那元婴长老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直接祭出火龙，想要把整个小镇连同酒楼全部付之一炬。我极其淡定地对着那条火龙吹了一口仙气，我心里默念着说，熄灭吧你这没用的破烟花。清月再次在暗中发动了大地级别的虚空绞杀，那条看似威力无穷的火龙瞬间在半空炸裂，火焰化作漫天星光，熄灭的无影无踪，极其滑稽。那元婴长老脸上的狰狞瞬间变成了无尽惊恐，他甚至还没看清我是怎么出手的，一身灵力就散了。我踏空而行，装出一副缩地成寸的无敌姿态，其实是清月用神识拖着我的脚底板在飞。我来到那老者面前，极其轻蔑地拍了拍他的脸，我说过让你跪下，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我再次动用言出法随，大喊一声，全给老子跪下！伴随着清月那排山倒海般的地境威压落下，原本高高在上的元婴长老直接从半空跌落，他在泥泞的街道上砸出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坑，整个人被压得动弹不得，只能发出惊恐的哀嚎。这一刻，酒楼周围的所有修士都彻底看傻了，他们终于意识到我陆渊不是什么吃软饭的，而是一位深不可测、游戏人间的绝世大能。我极其拉风地牵起清月的手，准备离开这里。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动你。接下来我们要去天机城最大的拍卖行再逛逛。
顺便把那些敢在背后算计我们的宗门都扬了。这种带着满级女帝横扫新手村的感觉太上头，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下一个送死的又是谁。而清月此时正小脸微红的贴在我的肩膀上，她那颗冰封千年的心已经彻底因为我而融化。哪怕我只是个喜欢吹牛的恋奇凡人又如何？只要我愿意护着她，她就能为我镇压整片大陆。这场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软饭硬吃之旅才刚开始，接下来我要让整个北域都姓陆，才算真的圆满。我回过头看了一眼瑟瑟发抖的真龙残魂，我说：“小泥鳅，看好了，跟着老子是你这辈子的造化，以后等我封神了，封你个看大门的真龙当当。”真龙残魂感激涕零，疯狂点头，生怕我反悔。我们坐上紫铜云豹拉的马车，缓缓驶向远方。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显得神圣而庄严。深夜，天极城外的别院里极其幽静，月光洒在青石板上，显得格外凄美动人。经历了那场离谱的绝对0度降温后，满屋子的冰霜早已化作了丝丝缕缕的白气。楚清月原本苍白的容颜，现在焕发着光泽，那层用来伪装的肺脉也在我眼皮子底下通了。我躺在摇椅上喝着灵茶，心里那是美的冒泡。老婆病治好了，我还能随时召唤言出法随，这特么才叫穿越者的完美开挂人生啊！就在这时，楚清月极其轻柔地唤了我一声，她那双星辰般的眸子在月光下清澈动人。她咬了咬娇艳欲滴的下唇，说了一个决定。她说现在经脉一通，想重新开始恢复修炼。她不想总是躲在我的羽翼之下受我保护，哪怕只能练些最粗浅的防身术也是好的。将来遇到危险时，至少也能替我挡下一击。这番话听得我保护欲和感动瞬间被拉满，我心疼地握住她的手说：“有我在哪，需你挡刀。但既然你想强身健体，为夫自然是100个支持。”我极其豪气地拍着胸脯说：“今晚就在这练，为夫亲自在一旁守着，为你保驾护航。”楚清月对我温柔一拜，走向庭院中央的垂柳。她没拿神兵利器，而是随手折下一根柳枝。她站在月光下，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始演戏。本来她想呲出最笨拙的一剑，再假装摔个跤，好让我这个夫君能心疼地过去抱抱她。可那刻在灵魂深处的剑韵却是藏不住的。当她握住那根柳枝时，肩膀本能地舒展开，她的脚步瞬间与这方天地的古老韵律契合，虚空中竟毫无征兆地荡漾开一声剑鸣。装病弱的楚清月在此刻气质发生了翻天巨变，她不再是那个娇妻，而是俯瞰众生的剑仙。手中的柳枝划过一道惊艳完美的银色弧线，没有凌厉波动，却让周围空气荡起肉眼涟漪。它宛如一只在月下翩跹起舞的孤傲惊鸿，落叶被剑意卷起，在半空极其诡异的旋转，月光仿佛被它牵引，化作银色薄纱披在身上。这种绝美震撼的感觉简直是倾国倾城。此时一直守在门外的剑无痕惊恐睁眼，他那柄紫电飞剑竟然在剑匣里疯狂震颤，这不是兴奋，而是极其卑微恐惧的臣服。整个小镇上所有的铁器此时都指向了别院，剑无痕吓得冷汗直流，当场跪倒在院门外。他以为是我这位绝世大佬在里面展示剑道，而躺在摇椅上的我此时也已经彻底看呆，手里那杯滚烫的灵茶洒在裤裆上也毫无察觉。在极致的经验过后，我那网纹大脑开始运转，我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恐怖的盲点。一个连引气入体都没达到的病弱凡人，怎么可能凭柳枝就极其平滑地切开落叶？这绝对是无需灵力就能杀人的无上剑意。而且他刚才那一瞬间的眼神极其淡漠，那仿佛看天下苍生皆为蝼蚁的帝王之眸，让我顺着脊椎骨直冲天灵盖泛起一股寒意。血煞门的覆灭，还有真龙被吓成泥鳅的怪事，如果这些都不是我觉醒了什么牛逼外挂，而是因为这个恐怖大佬一直就在我身边，我的心脏开始极其剧烈地撞击着胸腔。难道九幽女帝根本没废，修为全是装出来的？想到我这些天在他面前极其嚣张的装杯，还强行给他做推拿，甚至泼冷水降温，我感觉自己是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蹦迪，但我还是强行压下内心恐惧，准备试一试。此时楚清月优雅收剑，再次变回柔弱模样。她极其后知后觉地发现刚才有点太招摇，她红着脸问我是不是练得极其笨拙好笑。我没像往常那样浮夸地冲上去抱住她，而是极度深邃地看着她，让她笑容瞬间僵硬。我极其缓慢站起身，一步步走到她面前，我死死锁定了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道：“你刚才切开落叶那一招叫断沧海对吧？那是九幽鹿神剑诀的第3式，我没认错吧？”楚清月的瞳孔在这一刻骤然收缩到了极致。九幽鹿神剑诀可是她身为女帝的独门绝学，这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叫出这一招的名字。她那万年不剥的地心此时剧烈震颤起来。其实我哪里懂什么剑法，全靠网文名字瞎编。可看到她这副反应，我知道自己彻底石化了。她真的没废，这一直以来都在把我当猴耍。我心中涌起一种被智商碾压的极致耻辱感。原来闹了半天小丑竟是我自己一个人。我一把捏住她光洁的下巴，强迫她直视我。我问她这样装废人看我装傻是不是很好玩？看着我为了你跟全天下人拼命是不是很逗？我的声音极其沙哑，带着质问也带着心疼。楚清月看着我通红的眼眶，整个人都愣住了。她从未见过这种状态下的我，让她不知所措。她原本可以一掌拍碎我，却在此刻满眼慌乱。夜风吹乱了我们的头发，让气氛压抑到极限。我自嘲一笑，松开手，转过身不想再看她的脸。我说既然你是无敌女帝，那这些年算我多管闲事。明天一早咱们就桥归桥，路归路，各走一方吧。就在我准备迈步离开这个令我窒息的庭院时，楚清月却突然从身后死死地抱住了我的腰。她哭得梨花带雨，说夫君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卑微地哀求我别走，说她真的不能没有我。这一刻整个北域的天空都因为她的悲伤而变色，雷声轰鸣，大雨毫无征兆地倾盆而下。剑无痕在门外吓得肝胆俱裂，差点直接断气。他感受到了一股要毁灭世界的恐怖悲意。我僵硬在原地，感受着背后传来的体温与泪水。原来这位杀伐果断的女帝也有如此脆弱的，但我心里还是憋着一股火，
觉得自己被骗惨了。我问他既然没废，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冒险？他抽泣着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到我的真心。他说他贪恋这种被人毫无保留护着的感觉，3年来只有我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女子疼爱，而不是那个高高在上让人敬畏如神的木头。他宁愿自己真的是个废人，能一辈子躲我身后。听着他这些掏心窝子的表白，我心软得一塌糊涂，但我面上还是冷哼一声说，那也不能一直骗我，你知不知道我为了给你降温差点把扇子抡飞？清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紧紧贴在我的背上。他说那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厉害的降温神功。雨水打湿了我们的衣服，却让气氛变得极其温情。我转过身擦干他的眼泪说，下不为例，听到了。他极其乖巧的破涕为笑，对着我重重点头。既然马甲已经掉了，那他也不打算再藏着掖着。他说夫君，既然你喜欢玩这种言出法随的游戏，那本帝以后就专门负责在背后给你当特效师。你想让谁爆炸，我就让他连神魂都找不回来；你想让天际城下雪，我就让整个北域银装素裹。这种夫唱妇随的无敌模式听起来似乎更爽了。我捏了捏他那通红的小脸说，这还差不多，明天咱们就去把那个林家和药王谷彻底抄家。既然有这么大的马甲不用，那简直是浪费资源。就这样一个敢吹牛，一个敢兜底的组合正式成型。从此北域多了一个整天叫嚣言出法随的疯子，也多了一个在背后默默为他毁灭世界的女帝。剑无痕在门外听着里面的欢笑声彻底沙哑，他心想这两个祖宗到底在玩什么高级情趣？不管了，反正抱紧大腿这辈子肯定能成仙。雨过天晴，月光再次洒满了这座安静的别院，而我们的传说才刚刚从这一晚真正拉开序幕。我捏着楚清月的下巴问她是不是九幽女帝，装成废人看我像个傻逼一样演戏，是不是很好玩？我的声音极其沙哑，带着浓烈的自嘲与心痛，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硬生生挤出来的。捏着她下巴的手指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泛白，即便心如刀割，但我依然极其本能地控制力道，生怕在这个时候会因为愤怒真的弄疼了她。夜风拂过庭院，吹落了几片枯黄的柳叶，时间在这一秒仿佛彻底凝固在这一处空间。楚清月听到九幽女帝4个字时极其剧烈的震颤，那是她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名为恐慌的情绪，这种恐慌比道心崩塌还要让她感到彻底绝望。她慌乱地伸出那双原本握剑的冰凉玉手，极其卑微地抓住了我那略显粗糙的手腕。她带上哭腔求我听她解释，说真的没有把我当傻子。那双深不可测的眼里极其罕见地蓄满了泪水。我猛地松开捏着她下巴的手，痛苦地后退半步，自嘲我一个练气期废物的言出法随实在可笑，甚至还在你面前用冷水泼你，甚至用蒲扇降温。一想到前些天的自作聪明，我就觉得自己像个智障。我越说心里越赌气，他骗我也气我自己太蠢。楚清月的心脏仿佛被极其残忍的利刃狠狠绞碎，他不顾一切扑进我怀里，死死地环抱住我的腰。他说我没觉得好玩，求我别走，也别用这种眼神看他。曾经杀伐果断的女帝，此刻哭得像个无助的小女孩，泪水汹涌而出，瞬间浸透了我胸口的衣襟。感受到怀里娇躯的剧烈颤抖，我心里软了一半。我生硬地让他放开我，并把所有话都说明白。他固执地摇头，把脸埋在我的胸口，哽咽哭诉。3年来，他把最好的天才地宝都捧到我面前，可原主那个畜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一次，还嫌弃他是不懂风情的木头，甚至把他当工具。当初魔族围攻时，他心被伤透了，只想借机求死，假装修为尽失，只是想看看我会怎么抛弃他。只要我把他交出去，他就能彻底太上忘情。听到这剖心泣血的真相，我大脑瞬间嗡嗡作响。原来他根本不是钓鱼，而是在给自己找个死心的理由。浓烈的愧疚感和心痛瞬间淹没了我的所有愤怒。他抬起满是泪痕的脸庞，眼底满是贪婪的深情。他说当我为了他山飞照明，甚至挡下一剑的时候，他那颗死掉的心竟然因为我而重新跳动起来。他贪恋我熬的粥和我背着他时的那点体温，他怕真相揭开后我会变回那个冷漠的人渣，所以他自私的配合我演戏，只是不想失去我。这位无敌女帝卑微祈求我打他骂他，但别不要他。我彻底破防了，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冷血的畜生。他不仅没把我当猴耍，反而是把我当成唯一的光。我猛地伸出手臂，极其霸道地将他揉进怀里。以前的陆渊已死，现在我是你一个人的夫君，不管你是病弱妻子还是无敌女帝，我都只要你。既然你已经骗了我，那就给我老老实实骗一辈子。楚清月狂喜的破涕为笑，笑容让天地都黯然失色。他动情地踮起脚尖，主动印上了我的双唇。那一瞬间，电流贯穿全身，是极致的双向奔赴。我强势的反客为主，狂热回应着这个吻。月华如水照在这对紧紧相拥的璧人身上。此时她只是个沉溺在爱人怀里的小女，这个吻洗刷了所有隔阂，让两颗心紧紧相贴。我得意的笑说，收编了修仙界最强满级大号，以后老子这软饭必须要硬生生的吃上一辈子。楚清月娇羞的白我一眼，说让夫君吃上一辈子。就在气氛甜到发腻的时候，天空爆发出恐怖巨响，苍穹被徒手撕开了一条长达万丈的黑色裂缝，血眼魔尊在裂缝中叫嚣着让我交出地心，还威胁说要留我这个凡人夫君一具全尸。我极其淡定的掏掏耳朵，对着裂缝极其不屑。我跟老婆说这傻逼声音太大了，吵到我眼睛了。楚清月温柔的亲我侧脸说，让夫君在这里稍后。他看向天穹的眼眸化作了暗金色的恐怖深渊，等我去拔了他的舌头，再来伺候夫君安歇。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我让半步渡劫期的魔尊给我老婆下跪认错。见此，所有人都在笑我是个不知死活的练气期软饭男，可他们殊不知，我老婆根本不是什么修为尽失的废人，而是能一剑封天镇压万古长河的九幽女帝满级大号。前世我被这个狠毒的魔尊当成蝼蚁，随意碾碎了神魂。如今我重生归来，不仅成了女帝最宠爱的小娇夫，还要在这末日降临之际亲眼看我老婆是如何护短的。我永远忘不了前世她为了救我导致本源破碎的场景。那一刻我发誓，这一生一定要让她成为最幸
幸福的女。如今魔尊再次带着万丈裂缝降临在天极城的上空，他扬言要撕碎我这个凡人，还要夺走我老婆的地心。就在前些天，我拉着老婆的手，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存。面对着遮天蔽日的黑色魔气，我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因为我知道真正属于我们的无敌时刻现在才刚刚开始。且看我如何靠着软饭硬吃，让全天下的宗门都俯首称臣。只因为天极城的上空突然裂开了一条万丈长的缝隙，那漆黑的空间裂缝犹如巨兽之眼俯瞰着这方天地，滚滚如墨的魔气化作黑色瀑布从9天之上倾泻而下。半步渡劫期的恐怖威压在这一刻犹如实质的大山，毫无保留地砸在天极城数百万修士和凡人的头顶。城中无数低阶修士根本承受不住这等蔑视的压迫，他们双膝一软，绝望地跪伏在地，甚至连呼吸都停滞了。整座城池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末日恐慌之中。人们哀嚎着说，北域的天这下子是真的要彻底塌了。血眼魔尊那庞大的燃烧着血焰的魔影在裂缝中浮现，他那双犹如血月般的魔瞳精准锁定了我们的小院。他极其嚣张地狂笑着，让我老婆交出那9幽地心，否则他就要屠尽全城，还要把我这个夫君撕成碎片。这狠毒的话语在天空中回荡，让无数人感到绝望。可坐在院子里的我不仅没有半点慌张，甚至想笑。我太清楚怀里这个柔弱的女人到底有多么恐怖了。我极其淡定地搬起一把竹制摇椅，摆在庭院中央。在魔尊错愕的目光中，我大摇大摆地躺了上去。我还顺手端起一杯残茶，姿态极其慵懒地抿了一口。我说，老婆，天上那个乱叫的乌鸦实在是太吵了，他不仅打扰了咱们的2人世界，还敢威胁你老公。你去给他个痛快，顺便让全天下看看你是谁的老婆。既然马甲已经掉了，那老子今天就要把软饭吃到底。楚清月听到我这极其嚣张的指挥，却露出了微笑。他那倾国倾城的笑容里带着一丝危险到极致的杀机。他温柔地对我微微欠身说了一句：“妾身遵命。”下一秒，他转过身，面向苍穹的那一瞬间，气质突变，沉睡了3年的无垢地体本源犹如火山般轰然炸裂。天地间突然响起了极其宏大古老的大道梵音，那是这方天地的法则在极其卑微地迎接他们的主人。楚清月抬起玉足，极其随意地向着虚空踏出一步，一朵璀璨的暗金色大道金莲在他的脚下凭空绽放。随着他这一步踏出，身上那件单衣瞬间化作星芒，取而代之的是一件极其霸道华丽的暗赤色地袍，绣着9幽神皇的地袍在狂风中猎猎作响，威严无比。3000青丝肆意飞扬，一顶紫金地冠凝聚在他的头顶。他踏出了第2步，整个人已经凌空来到了城池上方。那一身地境气场让魔尊的威压像残雪遇到烈阳，嗤的一声，那些黑色魔气瞬间土崩瓦解，消失殆尽。城中数百万修士震撼地抬头看着那道无敌的地影，有人尖叫着说，9幽女帝不仅没废，反而变得更强了。这等压塌万古的地威，比3年前全盛时期还要恐。大帝没有抛弃我们，北域的守护神终于彻底归来了。无数修士激动的热泪盈眶，朝着天空疯狂叩首。裂缝中的血眼魔尊此时脸上的狂笑彻底僵硬了，他感受到那种超越天地极限的法则让魔魂颤栗。他惊恐咆哮着问：“你怎么可能踏入那无上之境？”他终于明白自己今天踢到的不是铁板，而是界王杯。这位不可一世的魔尊极其果断地燃烧了魔血逃命，他转身就朝着那条万丈裂缝的最深处疯狂遁逃。楚清月眼眸中没有任何感情波动，只有纯粹的杀伐。他说：“敢扬言撕碎我夫君的人，绝不能留下一丝神魂。”他缓缓抬起右手，没有祭出法宝，也没有复杂结印，只是并拢食指与中指，极其平缓地向前方一挥。那一招名为断沧海的剑诀在指尖无声无息剥落，极度纯粹耀眼的金色剑光瞬间吞噬了整个北域。遮天蔽日的黑色魔气在剑光面前薄如一张脆纸，时间与空间在这一剑面前都失去了所有的意义。正要逃入魔界大门的血眼魔尊身体诡异地僵住了，他艰难低头看着自己坚不可摧的魔躯多了一条金线，连惨叫都没发出，就炸成了一团绚烂的金色光晕。堂堂魔尊形神俱灭，连轮回的资格都被彻底斩断。那道剑光去势不减，极其霸道地斩在魔界大门上，那扇让修仙界头疼万年的裂缝发出不堪重负的悲鸣，最后被强悍的地境法则硬生生地彻底缝合封死。一剑斩杀魔尊，一剑封锁魔界，当真是霜寒14周。整座天极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落针都可闻。所有人都在这无敌的姿态下失去了说话的能。楚清月傲立于9天之上，霸气席卷了整个大陆。他那极其清冷霸道的声音传遍了每一个角落。他向整个修仙界宣布，自己9幽女帝已经回来了。这句话让全天下那些想分一杯羹的老祖瞬间胆寒。他的目光缓缓扫过大地，带着让人神魂俱灭的杀意。他问，是谁在这3年里背地里辱骂过他的夫君？是谁在暗中觊觎过他的地宫？都该在此刻清算。他当众立下法旨，向全天下宣告我对他的重要性。他说，我是他此生唯一挚爱，也是地宫的男主人。从今往后，见我就如见女帝。谁若敢对我有一丝不敬，哪怕是掉了一根头发，也要被涂满门灭九族，还要把神魂贬入冥火，永世不得超生，受尽折磨。伴随着法旨降临，全城数百万修士齐刷刷跪倒，恭迎女帝归来的欢呼声像浪潮一样震动了天地。别院外刚才被吓晕的剑无痕醒来后，开始疯狂磕头。他哭喊着说，给女帝的男人当车夫是宗门的造化。而我躺在摇椅上喝着茶，极其满意的叹了一口气。我心想着9幽女帝亲自喂到嘴边的软饭确实太香。我看着天空中那个为我一人撑腰的无敌妻子，心里想的却是接下来该去哪座宗门继续吃大餐。这种被满级大佬带飞的感觉简直是爽到了灵魂。从此以后，北域只会出现一个最豪横的凡人帝君，这就是我陆渊软饭硬吃的最高境界与封神之路。